先给大家看张图，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人均 GDP 居然都没有增长，直到工业化的出现。179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还没有爆发，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是指数性的，而粮食增长是线性的。人口如果不受控制，最终会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带来饥荒、贫困和社会动荡，并且人们会自主减少生育意愿，直到人口和环境再次平衡。但马尔萨斯肯定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提出人口论之后，3次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不仅让人口增长接近10倍，还带来了丰富的食物、更少的贫困和更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最近几十年，全球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断放缓，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这就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过去200年的高增长到底是未来的常态，还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呢？如果未来经济进入一个低增长时代，马尔萨斯所描述的贫困和社会动荡会不会再一次出现？只不过这次限制我们的资源不再是食物，而是房子、职场机会、生活质量和教育等等。美国西北大学的罗特·戈登提出了增长终结论，他认为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会遇到4大阻力。咱们就来一起看一下罗特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未来他的预言是否会成真呢？第一，人口问题。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经济活动概括为2件事：做蛋糕和分蛋糕。分蛋糕的是所有人，就算是退休的人，他们手里有储蓄，有养老金可以买东西；失业的人有失业补助。而做蛋糕的只有那些参与工作的人。罗特认为，未来美国参与工作的人口比例将会逐渐减少，参与工作的人口数量等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乘以这些人的劳动参与率。我们挨个来看。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减少。目前不仅是美国，以东亚为首，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中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生育率不够的问题，也就小于维持世代更替的水平 2.1。 另一方面，随着生活的改善，医疗水平的提升，人均寿命正在不断增长。结果是虽然总人口在很多国家还没有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在不断降低。换句话说也有国家可以工作人数的比例变少了。再来说劳动参与率，在美国劳动年龄的人口中，最近80年他们的劳动参与率走出了一个巨大的倒 V 型。从1960年到上世纪末，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上升，然后进入21世纪，参与率又开始不断下降。如果我们看其他国家，虽然劳动参与率在最近20年没有下降，但也没有上升。过去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女性进入职场。在1960年，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 37.7%。后来随着口服避孕药的合法化，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美国女性进入职场迎来了爆发期，到1999年达到了 60%。很显然，在未来女性大量加入职场这一波红利已经结束了。你看，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停止增长或在下降，结果是工作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断降低。换句话说，做蛋糕的人变少了，但分蛋糕的人还在不断增长，对每个人能分到多少蛋糕，也就人均收入相当不利。第二，教育。虽然我们并不能说学历越高，工作能力就一定越强，但教育对生产率的正面作用也不能否认。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说，劳动人口的质量差异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这种质量差异和受教育情况有关。然而，因为教育普及化产生的人口质量红利正在消失。2023年，美国的高中入学率为 95.3%， 中国为 91.8%， 入学率最高也就 100%， 对吧？所以在未来基础教育是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的空间了。再看高等教育，2022年美国大学入学率为 39%， 中国在2023年是 60.25%， 似乎还有不小的增长空间。如果再考虑博士和硕士，好像情况也没有那么糟，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还能增长个几十年，但真的会这样吗？我之前还做过一期视频说现在全球大学生都不香了。如今美国拥有本科学历的年轻人失业率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并且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2015年是69%，而到了2023年只有50%。这是因为越来越多曾经需要大学学历的岗位正在不断萎缩，比如法律、金融和保险。上大学是否值得，已经成为了美国准大学生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2013到2022年，美国本科学生的注册人数下降了5%。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在也很有热度。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上大学。家人们有点后悔上大学了，就有点破防，发现上这个破大学好像没啥用。我是一名24年的应届大学生，出了社会以后才发现自己的本科学历是一文不值。我真的感觉大学就是一个巨大的抵制人类生产线。如果上大学还只能去做一些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那还上个毛线。因此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化在未来并不乐观。第三，债务增长。哈佛大学有2位教授研究了债务和增长的关系，他们通过研究40多个国家最近200年的数据，发现了一个临界点。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这个临界点 90%， 净增长就会明显放缓， GDP 增速大概降低1个百分点。原因在于一旦政府债务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投资者购买这个国家国债的风险就会上升，导致这个国家整体的利率水平也会上升。这个时候消费、买房、企业投资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此外，债务高的时候就会有降低债务的压力，政府就会收紧财政政策，这对经济增长也不算好。美国的政府债务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因为量化宽松的关系，大幅增长，超过了90%。疫情后再次暴涨，虽然近2年有所下降，但目前还是在历史的高位。不过哈佛大学2位教授的文章是在2010年写的，在那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几乎都因为次贷危机和疫情的关系出现了大幅增长。我估计现在政府们和投资者们都已经习惯了这么高的债务，所以这个临界点可能也会有所上升，但逻辑是不变的。随着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2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政府债务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对增长的拖累一定会逐渐的显现出来。第四，贫富差距。从90年到21年，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美国不断上涨。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在下降，但这2年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大厂裁员，中年失业的少，爱马仕的销量却在节节攀升。你品你细品，最近30年贫富差距扩大发生在很多国家。不过老沙虽然没什么钱，但我一直认为贫富差距扩大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一个伴生物。举个例子如今增长依赖创新，比如特斯拉的出现增加了投资，像超级工厂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会提高了大量人的工资水平，但同样也会创造像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也会伤害一些在传统企业行业工作的人，就是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种模式虽然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但也带来了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虽然涨得没有那些富豪们快，但如果我们调整好心态，这其实不算是一个坏事。不过我们要做到的是心里有点逼数。统计局公布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跟我们关系不大，普通人的收入增长远远没有那么快。根据美国社保局的数据，从1979到2022年，剔除通胀的因素，美国收入前1%的富人真实收入年均增长是 2.3%， 而后90%的人年均增长速度只有富人的1/4 0.66%， 全部人的年均增长率为 1%。 因此如果我们只考虑 90% 的普罗大众，那统计局的平均收入增长就要砍掉个1/3。根据罗特的计算，这4个阻碍会大幅降低绝大多数人未来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经济发展速度想达到过去的水平，那只有一条路走，就是科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要超越过去的水平。但有可能吗？汽车发明之前美国的交通工具完全依赖马，每平方英里每天要拉5到10吨的马粪，这些马还会吃掉美国1/4的农业用地。汽车发明后只用了30年，汽车和家庭的比例就占到了 90%， 不仅让人们通勤效率和能力大大提升，还解放了农地，干净了城市。
1885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庭妇女每年要走148英里来运35吨水，用来做饭、洗澡和清洁。但到了1929年，美国有了下水道系统，不仅解放了家庭女性的时间，霍乱病也消失了，预期寿命增长速度是之前的3倍。这些例子不胜枚举，电脑、手机、网络的发明都极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再来看当下，我们正处在一场 AI 革命。2022年11月，通用语言模型 ChatGPT 横空出世，今天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专注于某个领域的 AI 工具上线。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 AI 有望每年提升全球经济总量 1.2%。高盛估计AI 将推动未来10年全球 GDP 年增长率额外提升 0.4 到 0.7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 AI 将长期提振全球经济增长 0.6 到1个百分点。似乎所有人都觉得 AI 的发展将极大提升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老沙也这么认为。我做一期视频至少要用到4到5个 AI 工具，不然做一期视频的时间可能要花50到100个小时。然而不是 AI 不牛逼，只是对手太可怕。它要竞争的对手可是工业革命、电力革命和互联网革命。大停滞的作者泰勒·科恩说，当前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渐进式的，包括 AI 难以带来过去那种显著的经济增长。综上所述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未来的收入很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甚至不增长的时代。这时候我就忍不住想问一个灵魂拷问，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我们会幸福吗？想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对象，日本。在失去了30年，日本从1992到2022年，平均 GDP 增速只有 0.73%， 同一时间 OECD 国家的年均增速为 2.15%， 日本给其他国家打了个样，提前进入低增长时代。那在这30年，日本人幸福吗？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幸福指数，非常权威的一个是联合国每年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但有个大问题这个报告从2012年才开始发布，比日本开始低增长的时间晚了20年。不过老沙的任务就是给大家找合适的数据进行分析。我发现了一篇研究，名为《关于日本人幸福感变化的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横跨1958到2016年，综合了多项日本国内机构的调查，比如日本内阁府自1958年发起的日本生活意识调查。研究发现，日本幸福感变化的整体趋势分为3个阶段。第一，1958至199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主观幸福感持续上升。这段时期，日本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从战后恢复过渡到工业化强国，家庭收入显著上升，社会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好，人们对未来抱有较高的期望。第二，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左右，这个阶段主观幸福感增幅放缓，虽然经济仍然在增长，但收入差距、城市生活压力和工作竞争开始增加。此时日本居民对物质条件改善的边际幸福增益不断降低。第三，1990年代到2016年，也就是我们主要想知道的失去的30年阶段，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增长，居民收入停滞，老龄化严重。然而调查显示主观幸福感并未大幅下滑，反而在部分人群中有所上升。这咋回事呢？原因是作者发现，在1960到1980年代，日本人的幸福感跟收入多少高度相关。换句话说有钱就是幸福。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钱对幸福变得不再重要，反而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强。比如在日本，有家庭的人要比单身的人觉得自己更加幸福。这个发现和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的数据相符。在联合国的报告里，拉低日本人幸福感最大的几个因素都跟社会关系相关。不过老沙觉得能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在90年代后在生活物质社会保障方面啥也不缺。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哪怕失去了30年，今天日本的人均收入仍然在世界前列。此外，日本的平均寿命全球第一，医疗保障、教育、社会安全都做得很好。如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出现收入低增长或者下滑的情况，人们的幸福感恐怕就没有办法像日本一样稳住喽。最后，关于本期视频的话题我想要分享2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其实真正影响我们的不是做蛋糕这件事儿，而是能不能多分一点蛋糕。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收入从中位数水平变成了前1%，不要说人均收入不增长了，就算是来个腰斩再腰斩，我们自己的收入那也是暴涨。所以就算环境变差，也不要气馁，努力提升自己，多分一点蛋糕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能决定幸福的不仅有收入多少，还有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收入不好的时候和周围的亲人朋友、自己的爱人保持良好的关系，相互支持，才是增加幸福感最重要的事情。